大家好呀，我是花散里。大家知道我很喜欢拿明朝来举例子，这是因为明朝对外经历了迎接大航海时代到与世界脱钩，对内又经历了税制改革、军制改革，又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生存了很长的时间，自然其中能看到很多变化，那么能用来举例的也就多了。而且不像清史研究机构容易受到不可抗力的影响，最近关门的也越来越多了嘛。将明末的社会矛盾与当代各国进行比较的研究还是比较多、比较公开的，因此我也有更多的可参考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来探讨其中一个大明帝国灭亡背后的启示。现在常见的民国灭亡原因分析呢，大致可以分为4个主要的类别。其一是积弊说，也就是过去10年左右变得著名的那一句“明时亡于万历”，认为从万历天启到崇祯3代，社会的整体衰败已经到了风雨飘摇之际。崇祯皇帝虽然励精图治，但是已经力不从心了。官场腐败和党争根深蒂固，朝廷内部的派系之争已经盖过了对帝国命运的担忧，社会普遍的虚伪与腐败的气氛，让民众失去了共度时间的凝聚力，甚至在非公开的交往中以支持朝廷为耻。而第二种观点则是指向领导人的个人缺陷，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开始频繁地被拿出来讨论的过于勤政的崇祯皇帝。尽管在崇祯即位时，大明还拥有战斗力强大的军队和杰出的人才，但是他固执多疑，追求虚名，导致了几个关键战略决策上的失误或者是烂尾。比如说，他坚持不与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清朝以及李自成进行谈判，处死了有能力的将领袁崇焕和促成和谈的陈新甲，囚禁了屡获战功的孙传庭等等。那有 manager 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些错误对系统其实是不致命的，但是你不能次次都赏恶罚善嘛。最终小错误呢，就累积成了彻底的失败，导致了灭亡的厄运。第3个观点是15年前左右最为流行的气候变化说，也就是明朝末年遭遇小冰期，导致了农作物的减产，饥荒频发，直接导致了社会动荡。最后一个观点则是聚焦于明朝的税制，认为其僵化的财政体系和庞大的皇族花销，使之在面对突发危机时没有增加财政的弹性，税负已然过重，而朝廷又仅仅会依靠征税来解决问题，最终加剧了危机的严重性。当然，历史的变故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上这些自然都是主要因素，但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什么都有可能和什么都不知道带来的是一样的方法论。正如我在其他的视频中，也是在做通史大纲时才会结论在各种原因兼而有之，深度视频中则是挑选与话题最相关的论点来展开。那么标题也很明显，我们今天呢将重点放在后2个观点，主要是回顾张居正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的改革，如何在解决当时问题的同时，也加剧了体制的僵化，减少了系统的适应能力，使之在大危机来临时，体系无法有效的应对，而导致了崩溃。张居正此人最为人所称道的贡献，莫过于一条鞭法的改革。这项改革呢，旨在简化税收和征管的过程，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朝初期采用的是继承自唐朝的2税法，税收和劳役是分开的，其中田赋是农业税，农民每年需要缴纳2次田赋，分别是夏赋和秋赋。此外呢，还有专门针对渔民的渔课和茶农的茶课，这些后来也都并入了2税，在夏季或者是秋季进行征收。而且明初的税收项目非常的繁杂，手续也复杂，税收的标的都是五花八门的，在不同的地区可能收取粮食、布匹、铜钱或者是银两，当然没有傻到收大明宝钞的地方政府。而除了赋税之外，明朝还有役税，即农民不仅要缴纳税款，还要提供义务劳动，这种劳动通常是在政府组织或者是社区内进行轮流。农民提供的义务劳动种类繁多，包括为政府运输、参与公共工程建设、军事后勤等等。这一繁琐的税收和劳役体系导致了高昂的征税成本，不仅管理过程的复杂度增加，行政效率也降低了，还造成了巨大的行政损耗。但是大部分王朝在能把负担通过惯性转移给民众的条件下，这些都不会成为问题。明朝的税制更为严重的问题呢，是税收和劳役分配的不平等。明朝也被誉为养士之朝，会对晋升士大夫阶级给予特殊的照顾，比如拥有功名的人享有一定亩数的土地免税和一定数量的家庭成员免役的特权。例如在一段时期呢，一个秀才是可以让家中的2名男性免除劳役，80亩土地免农业税，而举人和进士的免税土地亩数则是分别达到了400亩和2000亩。这个政策呢，当然不是真的为了形成一个享有税收特权的阶级，而是有意识地创造寻租现象，即那些有财产却无功名的人，通过将财产挂靠在享有特权者的名下来逃避税收，之后双方再协商利益的分成。把农民和朝廷之间因为税收产生的矛盾呢，是嫁接给了士大夫阶级。
但是这种做法类似于古代的财产代持，实际上又促成了土地兼并的现象。从明宣宗宣德年间到100年后的明神宗万历年间，尽管人口是显著的增长，但是农业税收基本维持在2700万左右，甚至略有减小。这表明大量的耕地被隐藏而未纳税，国家的税源流失严重。张居正的税制改革，这是为了解决这些高征管成本、低效率和税收流失的问题，以确保国家在面对危机时能够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应对。他的改革着重解决了土地作为财富核心的问题，明确了全国耕地的数量及所有权，从而使财政体系对于朝廷更加的透明化。他通过3年的时间完成了对全国耕地的清查，发现耕地的总量达到了700万顷，比明孝宗弘治年间增加了300多万顷，这是改革的第一步。其次呢，为了确保土地清查的准确性，政府必须提高行政效率，要避免形式主义。在推进一条鞭法之前呢，张居正就实行了考成法，通过事先准备的账簿明列官员的职责事项，以此来评估官员的工作表现，并配合汰选机制，淘汰了那些办事拖沓和不称职的官员。同时呢，也激励在职官员更加努力的工作。在确保了官员的高效工作和掌握了全国耕地的数据之后，张居正便果断地推出了一条鞭法。改革的重点在于简化税收流程，统一税收标准，从而提高征税的效率和公平性。首先呢，通过将税赋和劳役整合，取消了民众对政府的义务性劳动，改为政府雇佣劳工来完成。如此一来呢，一个地区的公共劳务支出将由政府来预算，并根据当地耕地的数量来平摊，最终以税收的形式回收，将原本的劳役成本转化成一种间接的财产税。实际上，这也是现代税收制度和流程公开的国家们最多采用的方法，将城市建设和维护成本分摊给当地居民的财产税中，比如加拿大的房产税和日本的地方居民税。其次呢，一条鞭法还规定，对所有的耕地征税的税款统一使用银两来支付，仅有苏州、松州、嘉兴、湖州4地例外，因为这些地区的税收粮食呢，会通过大运河直接输送给京城，无需多一道手续转换为银两了。那么还记得我在吟诗对流的视频中提到的苏湖属天下足的意思变化吗？又发生了什么？不言而喻。第三是一条鞭法中将县作为计税的行政单位。第四呢，是税务征收工作将由地方官员直接负责，以简化征税的流程。过去征收粮食时是需要依靠地方的兼职税务员来协助，由于人际关系导致的偏私行为，就引起了税收的不公。简化流程之后，降低了社会的成本，也提高了公平性。一条鞭法的实施呢，就有效地缓解了豪强逃税和赋役不公的现象。但是为何这一制度与明朝的衰落有着密切的关联呢？关键在于一条鞭法扣紧了土地及财政的核心，虽然明确了税源，防止了土地隐蔽和逃税，却未能开辟新的财政收入的来源。此外，明朝坚持的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了财政弹性和发展潜力。与宋元时期相比呢，明朝商业税的弹性虽然远远的大于农业税，但是明朝却未能利用这一优势，反而是在财政政策上有所退步了。张居正的改革虽然是在中国的税制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继承了唐宋的税制优势，却也是因为过分地强调农业为国家财政的基础，限制了商业和其他财源的开发。到明朝末年，当战争和其他的危机导致财政需求激增时，由于财政系统的固有局限，朝廷不得不通过加税来应对。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内增加了收入，却加剧了民众的负担，影响了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万历44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并且在2年后宣布了7大恨以对抗明朝，这就导致明朝的安全形势迅速的恶化，急需增加300万两银子的军费。而在张居正改革之后呢，中央财政的收入仅为450万两白银，因此户部就建议在贵州和北京周边的8个府之外，其余的地区每亩耕地征税3厘5毫白银。接下来第2年和第3年，又由于备战的需求，兵部和工部再次提议征税，每亩土地分别再征收3厘5毫和2厘白银。这几轮征税被称为辽饷，旨在应对辽东的军事开支。通过这些措施，每亩土地累积的征税达到了9厘白银，年征税收达到了520万两，几乎是平时的2倍。到了崇祯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又再以缴饷和练饷的名义来征税，与辽饷并称为明末3饷，最终超出了农业财政的承受极限。提到明朝末年的小冰期，指的是那一时期中国的气温是低于2000年的平均水平，极端天气频发，如大旱、大涝和严寒，甚至在通常不下雪的福建和广东也出现了暴雪。
这些天气变化不仅影响了农作物的产量，也加剧了北方民族的南侵动力。然而呢，将气候变化直接与社会动乱联系起来，可能是过于简单了。唐太宗时期，尽管也发生了多次自然灾害，但是由于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政策和经济措施，依然实现了贞观之治的政治成就。实际上呢，自东汉以来，中国北方的气候逐渐变干，尤其是在唐朝期间，关中平原的农业退化，长安逐渐已经不适合作为首都了。宋朝之后，关中的农业已经难以支撑大量的人口，赵匡胤就选择开封作为首都，主要是考虑了漕运的便利。明朝末年的连续加税过度消耗了民众的财力，实际也是削弱了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所谓王朝末年天灾多嘛，进而导致连续灾年之后民生崩溃。同时呢，江南地区的商业和金融财富大多都未被征税，明朝的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巨额白银也都进了皇家或者是勋贵的私人账户，未能被国家有效的利用。这反映了明朝坚持的重农抑商政策，已经使他们忽视了商业税收的潜力和必要的基础建设。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虽然解决了部分的问题，却加强了明朝重农抑商的政策方向，限制了财政体系的灵活性。这引发了思考，如果没有一条鞭法，明朝是否会借鉴宋朝、元朝的经验，发展出一个以商业税为基础、更加灵活的财政模式呢？虽然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是我想这提供了一个值得后人深思的问题。当然呢，我也不知道明朝的皇帝们能否接受宋元皇帝那种不能强纲独断的系统设计。都看到这儿了，还是别忘了点赞哦。我们下期再见。